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庄道和。中美关税战，大家各退800里，前面的这些都是小打小闹，大家都只是在互喷口水。你看到了，除了关税有降之外，今天有2个讯号。第一个是中国之前不是说他不买波音吗？但今天传出中国允许航空公司接受波音飞机，而同一时间，美国这边也有动作了。之前有所谓的小额包裹关税，它针对了Shein，针对 Temu， 但是这个小额包裹关税竟然从120%降到54%。现在中美难道降温了吗？其实完全没有。我跟你讲，前面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才是进入到真枪实弹、短兵相接的时候，现在大菜就要来上了。对于中美2国来说，第一个要争取的是，就是跟我们息息相关台湾牌。你看到这么巧，中国今天在关税战之后，马上发了它的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白皮书。这个白皮书里面22000字都在讲如何要武统台湾，把台湾拿了回来。而在这一篇白皮书发完之后，《华尔街日报》今天又发了一篇新闻，他说，台湾的新战略是要让中国觉得入侵会很痛，里面把我们的雷达、把我们的反舰飞弹、把我们的一些相关部署全部都列了出来。有趣的是什么？这一些的武器，这一些雷达，不就是美军给的吗？简而言之，对于中美2国来说，台湾牌是他们现在最重要打的牌。你今天不谈，我就打；你今天敢打，我一定把台湾护到底。所以这90天势必会掀起另外一波大战。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民，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世聪，我们前面讲，关税也降，我刚刚也讲了，波音你也收了，这个小额的关税也都已经降，这叫什么？小打小闹。而现在什么？大家以为中美降温了，谁跟你降温啊？真正短兵相接的90天真的要来了，没错，真正要大战的90天真的来了，真正要谈所谓的主菜的时间，就是这个时刻了。对，没错。事实上，之前呢，中国跟美国2边都摆出大阵仗，准备要冲突。但是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的话，他们是把前线的兵完全都撤退了。譬如说，双方都降了115%之后，你看这个最近的时间里面，中国就说，我们允许航空公司开始接收波音的这个客机嘛。另外一部分来说，白宫也说，那我调降小额包裹的关税嘛，从120%跳到54%嘛。所以看起来的话，双方都把这个紧张的气氛把它往下降。看起来的话，那难道就双方就和解了吗？没有，接下来才要进入正式的关税谈判，在谈判桌上才是真正见刀枪的时候，真枪实弹的时候，未来的贸易协定才是2个国家最重要的未来的这个能不能达成是最重要的状况。好，但是在这2个国家要达成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问题就会被抬出来这个台面上，什么问题呢？台湾问题。中国在这个时候也发布一个叫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然后这样里面讲了这个台湾的问题。所以看起来的话，美国跟中国之间来说的话，他们谈判的过程呢，一定会碰触到台湾的问题。那台湾当然也知道我们自己的角色在什么地方，所以来说，接下来90天里面的谈判里面来说，到底会不会触碰到台湾问题，还是台湾问题也会包裹在这里面？当然，我们就值得观察。今天这个贝森特，你可以看到，是新闻报道说，他光是用一个糖粉，就已经让中国的官员瑟瑟发抖了。对，应该这样说啦。事实上，美国的官员呢，他们谈判的过程里面，他们都比较有一些相关的技巧，会用道具啊。这样还有道具，对，会用道具。这种你知道，当年的这个莱特希泽跟日本在谈判的时候，他曾经还折过一台飞机射到日本的谈判的这个人员，所以他们都很会来这一套。那这一次当然贝森特也是一样，贝森特这一次呢，在日内瓦跟中国官方的这个人员在这个谈判的时候，有一个细节，为什么？因为现在双方都同意说，我把这个所谓这个对等关税降115%嘛，双方都同意降嘛。但是谈到了芬太尼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个贝森特他就拿出了一个碗。这个碗里面来说的话，有一点点的糖，有点这个装了糖之后，他就说什么？他说拿出一点点糖，他就说，你知道吗？这个一点点糖就可以足以杀死我们在场的所有的人，这样的状况。然后紧接下来，中国官员当然看傻了嘛。紧接下来，他又再多拿一点点糖，他说，你知道吗？这样的糖分呢，足以杀死日内瓦所有的人，这样一个状况。然后今天中国当然就继续看了，中国官员继续看，然后他又拿了更多的糖，就是说，你知道吗？
这样的糖就已经足以杀死所有的这个所谓瑞士的人。当然，他指的糖是指芬太尼，他把糖比喻成芬太尼的这个分量，所以他就说，你知道我们美国相当重视这件事。你看这样的芬太尼，这样糖的数量的芬太尼就可以杀死瑞士人，那你更不用讲，你对我们美国的毒害到底是怎么样？那在场的有谁呢？有中共的这个公安部的副部长这个徐大同，听到那边看了之后，他也认同说啊，好了，那我们知道了，因为贝森特已经表演了这样一招出来了嘛。贝森特这样是说，后来这个中国官方人就同意说，我们会处理这件事情，我们会回去好好处理。那的确啦，目前为止来说话，这个川普也说了，他认为中国会好好处理啊，所以未来这个所谓芬太尼的20%的关税呢，有可能他认定在中国如果处理好的话，就把它拿掉。所以看起来的话，芬太尼这件事情的确是美国官方相当重视的一件事情。好，在芬太尼完之后。这我觉得太奇怪了，是关税才刚调降下来，今天中国竟然发了这个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对，我还真的很认真去看了，22000多字哦，看到最后我只有一个结论，就是武统台湾啊。对，没错。为什么我们说呢？接下来的台湾问题可能会摆上台面，因为你看哦，刚好就在这个时间点，中国跟美国同意降温，然后降温下来之后，就没想到，你看中国马上就发了一个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的白皮书，里面来说讲了非常多台湾的问题。好，那他这样讲了就算了，就没想我们赖清德总统刚好也在这个时间点，你看日经专访他说中台发生战争一定是中国挑衅的，然后还要发起什么绯红供应链，这个时候就台湾也出来表态这个相关的问题。另外一个，你看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他不是刚跟这个中国谈判完毕吗？他居然说台湾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提案 ，very good proposal。但又讲到台湾的这个状况，甚至你有没有注意到，美国媒体这时候居然报道一个什么台湾的新战略，让中国觉得入侵会很痛。所以你看这么多报道都是跟台湾有相关的这个状况，对，所以告诉你什么？当然，台湾会是一个中美之间重要的议题，而且是重中之重嘛。而且中国在这个白皮书里面，他写的非常白哦。他说，外部安全压力加大，西方的反华势力千方百计对中国围堵打压遏制，对中国实施西化。而且后面哦，一切外部势力处于台湾牌，台独势力，台湾牌是什么？他也在剑指美国的概念。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事实上这个文章来说的话，就是这样整篇的文章。整篇文章他讲了非常多，他们怎么样提高他们的自己本身的这个战略目标。你看它里面我们给大家看出来，你看里面这个中国周边的问题，你看在内政方面来说有台海，对不对？然后还有外部势力积极打台湾牌，还有台独势力。那谁在打台湾牌？美国啊，对啊，他就直指美国嘛。好，另外一个，等一下他后面来说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还有海洋利益的时候，你看台湾问题的总方针是什么？然后就是要告台湾同胞，然后他还说什么？我们现在坚决反对所谓台湾的定位未定论，然后连大地这个2758号决议文是不容置疑的。你讲了这么多，你看。不放弃使用武力，所以等于说他剑指啊，我要武统台湾的可能性嘛。所以在整个文章里面就是这样的。好，那既然他的文章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当然台湾我们要有所准备嘛。美国当然在后面，所以那台湾现在就说，我们看《华尔街日报》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政府的目标是要推进所谓的豪猪战略，然后让发展不对称的抵御能力，然后让美台协同之后，然后让中国觉得入侵台湾会非常痛。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它的报道里面，我们未来会朝向，包括说像政策方面，然后采购还有人员方面要提高整个准备。我们目前为止来说，我们可能会把国防军费提高到 GDP 的3%以上。对。然后我们军事人员大概会维持在21.5万的这个员额这样一个状况，对抗中国。好，那在对抗中国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强化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防御能力嘛。那防御能力来说，《华尔街日报》还帮我们标出来，我们台湾的这个准备有哪些？第一个，他说我们在雷达方面。你看我们雷达，因为我们主要有在乐山有这个扑爪雷达，那扑爪雷达的话，它涵盖的范围来说有数千公里。你可以看到说，你看俄罗斯的大部分的领土，还有包括说中国的新疆啦、这个外蒙啦，甚至是西藏，整个中国都完全在我们雷达控制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有扑爪雷达来说话，可以精确的掌握所有中国的所有的一举一动。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假设中国真的发动攻击的时候，它有很多飞机飞过来，或者说它有飞弹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台湾的防空系统有哪一些？第一个，他就讲嘛，我们在高空的时候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天宫3型的飞弹。
它可以控制124英里左右的这个位置，然后包括说我们还有这个爱国者的飞弹，有这个99英里的这个系统在这一条线，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天宫2的这个飞弹，93英里左右的一个状况。然后再低一点点的话，还有所谓的战术型的这个地对空的这个飞弹，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防止25英里左右。然后在低空的话，还有这个刺针飞弹，我们刺针飞弹可以打低空的目标嘛，无人机啊或者什么目标。所以你看，我们的防空系统是一层一层又一层的这样子，非常顽固。所以他认为说，我们的防空系统的话，还可以继续的强化。好，那如果近一点的时候呢？假设中国有这个舰艇已经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什么这个反舰导弹？我们有雄风3，雄风3的话非常精准嘛，我们可以打到约莫是93英里左右。还有雄风2，还有我们有鱼叉飞弹，可以打到75英里左右。所以等于是说，它船只一出到这个台湾海峡，一出来之后，可能就进入我们的射程范围目标。所以我们等于是在反舰飞弹也有相当的强的能力。另外就是我们还会有智慧的布雷艇嘛，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港口呢都外面就布雷，那布雷的话就防止中国能够侵台的一个状况。那甚至包括说，我们近海，我们目前还要采购无人机，所以等于是我们现在发展不对称的时候，把这些雷达巩固好，防空系统巩固好，反舰飞弹、鱼雷、水雷，然后包括说像无人机，都把它巩固好的话，就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网。我就说嘛，这个中国的这个剑指台湾牌，它就是在讲美国，美国才会打台湾牌嘛，对。然后他要想要武力攻台嘛，那美国就说我们有这么多的系统，这是美国跟台湾合作的这个状况嘛。所以跟你讲，没有错，中国跟美国能够在贸易谈判上面来说，能不能有一个这个结果，当然是有可能性的。但是在台湾问题上面来说，可能是未来两个国家了不能够这个可能是很难有共识的一个旗舰。好，那除了这样，那当然我们台湾要准备好嘛。那除了这个部分，我们这个刚才讲到防空系统、雷达、这个反舰飞弹，还有这个水雷之外，我们这几天不是刚好在做这个他们的这个年度的这个精准这个弹药的这个射击操演嘛，对不对？昨天我们不是讲到吗？开始发射这个海马式嘛，海马式发射说，大家都说我第一次在海马式在我们这边台湾这个进行试射的这个状况，对不对？然后我们的相关指挥官就说，我们海马式呢，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所谓雷霆2000，未来就变成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火力的这个状况。那甚至如果能够搭配雷达这个指挥来说话，我们的攻击能力当然会比较强嘛。好，这是昨天的这个状况哈。那今天我们试射什么呢？我们今天在九鹏基地试射所谓天剑2型的这个飞弹。那天剑2型的飞弹就是所谓的防空能力嘛。那防空能力来说，射上去的时候，其实也是精准的这个打中了这个目标。所以你看，我们刚才不是讲吗？我们台湾要发展不对称，就是飞弹、导弹、防空能力，还有无人机，然后包括说像刺针飞弹这种，就是一个刺猬岛。对，就刺猬岛组成一个刺猬岛的话，让中国很难这个进军的时候，那当然台湾的安全性就会越来越高。所以我才说，这些都是可能我们未来要做的一个准备，把国防经费拉到3%，然后人员，然后发展这个不对称作战计划，是未来台湾建军的主要的这个方向。国民，现在台湾真的要变成是一个刺猬岛，美国真的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刺猬岛吗？我们知道，在昨天的时候，海马斯火箭它在发射的时候过程当中有失误，没有错，但是他第一时间说什么？有人在旁边修理。我心里想，怎么可能是一般的修理工？你说现在还有美国的军官穿着便衣都在旁边监看吗？我们要这样来看，会有人来修，我们要问说啊，这个人是谁？是美军还是陆军还是我们中科人员？那想当然的应该是所谓的美军啊。那美军有很多种哦，他可能是穿制服的军官哦，或士官，他也有可能是穿着便服啊。像之前不是我们在乐山基地看到说，怎么旁边好像有2名壮的一些平民哦，美国平民好像在那边。你去看那2名便服的美籍人员。好像身材都很魁梧嘛，很壮硕的。那我们必须推断说，他可能是穿便服的武官，哦，这个很重要。或是说，哦，他是原厂的技师，但是呢，他跟AIT 协作，这个是非常有可能。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说，美国呢卖给我们的台湾武器哦，一般来讲哦，好像会比较贵一点点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性？美国呢会不会附赠你台湾 GPS 系统？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其实美国卖你硬体不重要，因为其实美国卖给世界国家很多硬体，但是软体呢，它要不要给你，这个才是重要的啊。那我们讲一个例子，就是说1988年的时候呢，印度呢跟巴基斯坦也发生边境冲突哈，他用的一些火炮，基本上怎么都打不准啊。但是后续呢，印度发现说，好，既然你美国的 GPS 靠不准，我就印度发展自己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那我们问一下我们台湾有全球卫星定位导航系统是军用的哦。
好像没有嘛哈。那如果说了哈，我们花了哈一大笔钱哦，跟美国采购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然后呢，美国还有附赠 GPS 系统给你，你要不要？那说真的哦，站在我们的立场来看，我们会觉得要。那这个新闻哦比较特别说，好，一旦有发生故障哦，因为其实我们刚接收嘛哦，刚接收一定会有很多问题啦哦，那很多问题一样哦。谁来帮你做售后服务？哈，那我们去买车的时候，他不是强调说我一定保证售后服务嘛，原厂维修嘛，哈。那我问你嘛，哈，假设我们海马斯多管火箭试射之后，你会千里迢迢的去找美国厂商，远渡重洋来台湾维修吗？不是嘛，一定是说可能哦，就平常备变的一些人员哦。这个人员呢，可能是原厂的，可能是美军士官、美军军官，不知道。其实这些所谓的美籍的事，其实你也不难发现的。只要晚上哈，你去相关的基地周边的一些酒吧哦，你就大概知道说，哎，这些人是能有哪些踪迹啊？但是我们获得神兵利器之后呢，其实不打紧哦，最重要的是打得到哈。为什么打得到？因为其实海马斯多管火箭哦，它除了一个火箭发射舱6管火箭之外，它最重要是可以换装1枚陆军战术打击飞弹嘛哦。那陆军战术打击飞弹呢，其实在俄乌战争中，我们已经看得出它的精准度哦。对，它的精准度呢，居然可以打瘫一座大桥哈，打瘫俄罗斯境内的一些重要军事目标哈。那其实台湾海峡宽度平均宽度不到200公里嘛，那200公里之内，其实附近的一些主要的机场港口都在海马斯多管火箭陆军战术打击飞弹的打击火力范围之下嘛？那你觉得这个是不是神兵利器？是陆军的，我们台湾陆军的神兵利器啊。其实它算是一种战略武器啊。那其实这次呢，在台湾试射最重要的意义是说，美国把台湾当作准盟邦来看待。准盟邦。对，因为我们必须讲因为台湾的现实国际关系其实美国呢。不能跟我们建交哈，但是我们只能说他用准盟邦的态度来对待那准盟邦的态度来对待，他就会比较让你去试射高精密的武器这个高精密的武器不是说你打得准，而是打得到。它海马斯多管火箭能不能打得到福建？能打得到。那其实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是他们相当忌惮的武器。瑞德，所以真的是这样。今天中美两国都在打所谓的台湾牌，对于美国来说，你今天你敢打？我敢造台湾，我东西我都过去了，软硬体我都下去了。这2天的试射，很多台湾的那个军武迷啊，非常的振奋。对，昨天我们就讲说，昨天上午啊，一口气雷霆2000，几百发分4波，叭叭叭叭打出去嘛。对，过去都是作秀式的，就是几辆车，然后射出去就算了，对不对？过去是作秀式的嘛。昨天是来真的，为什么来真的？因为中科院也要力保它的这个雷霆2000，雷霆2000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射程嘛，本来还要发展上百公里的，不过现在这个计划动起来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短、中、长程的相关的这些火箭弹呢，我们大概都有规划，尤其是海马斯火箭弹来了。昨天海马斯火箭弹来了以后呢，11套已经拿到了。一字排开3332，全部排开，然后每一辆至少3枚，砰隆隆出去，33枚。各位要知道一件事啊，我们也不过买了80几枚的这个射程300公里的，现在来了这个64枚啊。然后呢，有关于70公里射程也不过买了800多枚。昨天一口气射掉33枚，有人就担心了。我们买了800多枚的射程70公里的火箭，昨天一天就试射掉了33枚，这个大概是我们过去台湾那么相关的试射的这种等于说那么表演性质里面，那个有史以来那么炮弹数目最多的。对，那我问你嘛，那我们是不是就800多枚扣掉33，我们就越来越少？你错了，他昨天在告诉你，我每一个发射器都能打。我每个都能打，而且呢都打得出去。除了都打得出去之外呢，我打那么多，我还会再进更多。这才是他目的，告诉你的目的，这也是给老共看的。对。那么今天还多了一个这个所谓陆舰2型的这个等于说防空飞弹也已经有点算近距离、中长距离的这个防空飞弹的试射嘛。那么也一样，3个靶机都有打中等等啊。我们总共那么准备拨给陆军总共200多枚的这个等于说陆舰2的防空飞弹嘛，因为我们就是要把各层级的防空都弄好。现在熊2、熊3、鱼叉这些是反舰飞弹，对。那防空飞弹的话呢，你这个空军用的是，那么爱国者飞弹用的是天弓2型、3型还有增程型嘛，那你陆军怎么办？陆军还是必须要有因应的刺针飞弹。我刚刚讲的陆舰2型跟刺针飞弹就是包括陆军用的。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那么陆军所使用的这个刺针飞弹啊，不是因为俄乌战争所以排挤吗？我们的这个陆军跟海军各买250枚啊，那是我们花钱买的。但这250枚会陆续来，因为受到俄乌战场，因为那时候美国源源不断的把库存品都给了这个等于说乌克兰嘛。可是你们不知道的是，事实上有250枚的刺针飞弹已经用无偿的方式已经军援送到我们台湾来了，所以我们在加购1985枚啊。各位，那有人问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红准火箭弹是不是它的这个射程啊，还有它的穿透力，好像没有国外去这个等于说援助这个乌克兰的那么好嘛？可你们不知道一件事，它便宜呀，它的售价一枚就10万呐。那些动不动标枪飞弹、刺针飞弹，动不动就几百万呐，它只有10万。到目前为止，红准火箭弹已经发射了1104枚，也就是这些阿兵哥，现在每个人当兵都有机会把红准火箭弹扛起来，就直接射出去。过去的66火箭弹在台湾超过10万枚，但是几乎都库存，很少使用。现在就是实弹使用，而现在红准2型的这个火箭弹呢，它的穿透力跟它的射击的距离呢，射程更远。我相信对我们整个台湾的刺猬，不断的把刺猬更加的刺猬化，这就是今天美国的媒体去报道台湾全面刺猬化嘛。对，现在的战力，而且我个人啊非常认同这次的清单，从3000多亿直接跳升到5000多亿。为什么 M109A7 的帕拉丁100辆也 A7 也过来了嘛？所以整体台湾的防御能力，比起马英九的时代，战力已经整整多了1倍出头了。宇轩，我们刚刚有提到哦，在关税战之后，中国马上发了这个中国国家安全的白皮书，里面谈到什么？就说我今天要武统台湾，我要来收复台湾。同时，我们也有讲，现在美国是把台湾打造成一个刺猬岛，但是中国不是说没准备哦，这是他们的军事杂志叫做《舰载武器》，他们竟然有个想定，这想定说，他们第6代战机歼36，如果今天台海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有个特殊的任务，是要在爆发冲突时，要往1000公里外的关岛领空，他们整整封锁它2个小时，而且还要压制 B-21的轰炸机。照现在中美之间呢，虽然看起来和谈的风平浪静哦，但实际上各有心计。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它一直在想说，我要如何突破美国，包括它的第1岛链，包括第2岛链，包括我们讲的跳岛计划以及复制者计划，还有地域景象这些封锁。所以很重要的，我们要直捣黄龙，打蛇打7寸。对，那我先把你可能具有优势的，包括你的机场，包括你的关岛，包括你的后勤补给，先给压制住，你就没有办法越过雷池一步。所以这时候他们想到一个人，这个就是他们最新一代6代的战机，叫歼36。他们的想定是什么？就是说直接把这个歼36它的作战任务指引跟目标讲出来，它要直接长驱1000公里。直接一开始就一飞就去压制到美国，包括关岛，包括后方这些空军基地。那怎么个压制法？我如果说相关的战机已经在你的领空附近呢进行我们讲的游荡，那你这时候任何的战机想要起降都会产生巨大的威胁，甚至我可以对你进行致命的打击性。而这个瞄准的就是说，因为是美国的 B-21，但为什么它会有这个想定呢？我坦白讲，跟各位报告也是模仿，因为原本你看到了这种 B-21的想定是什么？它也是所谓的战役间隙，也就是说，当今天你中国呢有意要发动攻击的时候，对，我先透过 B-21长驱直入，对不对？包括你的零碎的，我创造出一个所谓的空间走廊，这个是安全的廊道。安全廊道之后，我可以让台湾也好，让我的友军也好，在这个领域里面开始进行我们讲的进出，不管你是要撤退，或者是呢你要前进。那这个时候呢 ，B-21再把你中国沿海的，包括你的卫星，包括你的空军基地，全部都轰炸，甚至单点突破都可以。为什么？因为你只要1个点、2个点、3个点，我不用全部爆炸哦。我爆3个点就好了，你之间的联系就产生断裂了。那你变成之后，你整个防卫网就有一个大破口。对，有破口的状况下，你就不可能呢进行我们讲速战速决的雷霆突击。所以你想想看，两边的想法都一样，但问题是什么？中国现在瞄准就是你要对着我开枪的扳机，我拿我的扳机对着你的扳机，这是他的想定。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为止说到底歼36它的我们讲战力到底为何，对不对？讲得很好听，但事实上美国有一个更悬的。照了，我们现在讲的3军是哪3军？陆海空，对不对？没有，美国现在已经想到第4军了，不是什么我们讲电战军哦，也不是电侦军哦，那什么军？那应该是第5军，太空军。太空军，对，他直接想到太空军。我们这次跟各位介绍说 ，SpaceX 它有这个我们讲的垂直起降，而且速度非常快，快直可以把那个我们讲的火箭舱直接加起来。现在他打算要载人，还不是一般的人，载兵，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一艘 SpaceX 它可以载100吨。
对，100吨可以塞多少军火啊、人啊、武力啊、全部装备啊，可以放进去。而且以往过去美国最担忧的就是说战斗时期你必须要号召动员补给，但是这个时程，比如说你要从美国的本土或者说它的离岛到台湾这边驰援的时候，大概需要2到3周的时间。那在我刚才讲，会的花起来啦，能够2到3周。所以今天这个火箭兵好了，这种太空兵好了，都跟中国围台军有关，他们玩真的。对，他们就在想定说，你现在用这种方式，我们要怎么样最快驰援？来，我跟各位报告往后如果美国大兵来到台湾附近跳岛，只要90分钟啊。90分钟就可以从他们靠近美国的岛屿，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檀香山的附近的这种离岛，就可以直接跳过来。而他们现在找到一个基地，这是从3月公布来的，这是在夏威夷檀香山大概我们讲900到13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岛叫做我们讲强斯顿环礁。你说它是岛，其实也不是。因为它就是由4个我们讲的礁岛所组成的，其实不太大。但是呢，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说，哎呀，我们在这边设2个发射井啊，就可以透过这种来着陆啊，然后开始进行我们讲的远距离的这种跳动100吨的数量大量的运补。但正好出现一个大问题，你知道这4个岛以前是干嘛的吗？干嘛？我跟你讲，最早在1990年代那个时候确实有在用，是核市场，在上面放这种核弹，然后进行试验，甚至后来还曾经放过什么，知道吗？沉寂，然后呢还经过化学实验，所以这4个岛的命运真的很悲催，都是美国最不要那种垃圾米件全部都往这边丢。但后来呢，因为我们讲的有一些保育人士开始在重视这个地方。就呢引来一堆我们讲的非常可爱的鸟，就是你看到这个红尾热带鸟，但最近富裕到好不容易花了一大笔钱到150万只，但正好我就请问一下，如果每天火箭在那边喷来喷去，你觉得这鸟还活得下去？就出事吓死了，绝对把他们整个生态平衡大幅度的破坏。但你想想看，以川普的个性，Elon Musk的个性，他们会跟你讲一句话，关我鸟事啊，真的是鸟 ，OK？ 他就说关我鸟事，对不对？他就不管那个鸟，对，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这些鸟它长期定居在这边，那他们科学家其实去实验过，就是好，如果说整天呢有一个我们火箭那边喷来喷去的时候，这些鸟会做什么反应？后来他们发现一个大危机，就是这些鸟认不得其他地方，他们记忆里面，因为鸟是不是我们讲的，它会有这种巡回，它有这种来来回回的这种习性。他说没有，他们就只知道这个岛，所以你如果弄在这边了，他们就往外飞，吓得跑，然后呢跑到没地方去。所以你想想看，现在呢原本的鸟类天堂，未来可能变成火箭天堂，但对于这些鸟来讲，可能是会置身地狱。玉凤，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关键无人机，尤其在这个台海战场，无人机非常重要。我们看到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呢，竟然是乌克兰的无人艇，竟然可以去戏弄俄罗斯的有人艇，而且它是突击艇打都打不到。现在来看到一个是乌克兰的 V5，它只要25万美元，然后呢，竟然是直接对决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军舰。你看到这个军舰来讲的话，他们轮番上阵啊，先是拿这个机枪要去打，结果呢打不到之后呢，直接把陆地上面要用的监视武器直接拿来。监视武器打出去之后应该要追踪吧，可是呢，因为 V5 它的转向性太快了，所以呢，你炸完之后呢，你以为没事了，但是呢 V5 又从这个黑暗的地狱又出来了，又复活了。然后你看到它的这个灵活性，然后它的这个转向性，你根本是拿它没辙。你看到这个根本说是枪林弹雨，不停的打，但是呢，你就是打不到它。那你要会说啊，我们就开走就好啦。问题是这个 V5 来说的话，它只有20万美元，如果它没有办法骚扰你的话，它到最后变成神风特工队，一头撞上你的这个舰艇怎么办？这个突袭艇。BK-16突击艇要1800万 USD 美元啊，这几乎是天差地别。但是呢，现在来说的话，为什么这些突击艇上面的士兵非常的紧张？因为如果你真的让他成功的撞上的话，那最后1船6命啊，你突击艇上面的一个小队就全部死掉了。而乌克兰他只要付出多少钱？付出25万美元，然后呢还没有人员的受伤，但最后呢可以把你整个 BK-16突击艇给端掉，就会看到说哇，这像是一个鬼魅一样，不停的追着你，不停的追着你。而现在来说的话，这一种其实也是台湾现在在追求的，我们就是要把这一种这个不对称战给拉到最大。好，最近来说的话，可以看到一个这个轰炸的一个战斗一个画面，而这个轰炸的画面呢，是用什么苏凯27去载弹的，载弹之后呢，直接这样砰就把它给打掉了。它打掉之后呢，这个飞机苏凯27它非常的炫，它竟然在挂弹的过程当中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竟然把侧度拉给你看。那看下去之后呢，大家就吓傻了。过去来讲的话，你要挂弹，你一定要什么
追求平衡，他既然这样子故意绕给你看说，你看看哦，我这个虽然都是 GBU， 可是呢，我的当量是不同的哦，一个是 GBU 39，这是250磅的，一个是 GBU 62 JDAM， 这是钻地弹的，因为它要钻地，所以呢，它的当量级是500磅。过去来讲很难做到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你飞机在这种高音速的这种高速运行当下的话，如果你两边的重量不同的话，当你在吹速的时候，你可能会变成一个旋转 spin， 然后你到最后会失速。可是它竟然有办法做到这个样子，所以这些飞弹都是德国跟美国给的，他就直接这样挂弹上去，这个我照样轰。对，这个真的是非常厉害。我们先讲这个乌克兰，它怎么魔改过程。过去来讲的话，它是舒适战机，然后呢，它不能挂美式武器的弹。后来呢，它就直接跳过，我不用电站系统，我直接用 iPad， 直接用无线导航。那无线导航之后呢，你竟然又可以把一个 GBU 39跟 J6这个62的 JDAM 给挂在一起，而且他们的攻击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你看到他去打哪里？去打 Stera 的一个军工厂，这是做什么的呢？这个就是做它的一个生产雷达的一个基地。所以你可以看到，打完之后呢，原本的这个基地一个厂房全部都没了，就看到乌克兰在这魔改这个武器上面是非常非常的到位。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